在时间之河中，我们的灵魂如同旅人，穿梭于生命与生命之间。每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灵魂都会携带意识，注入新的身体，通常是女性的子宫，在那里开始生长，发展出了我执意识。我执意识与灵魂意识是未连接的状态。我执意识对于母亲跟母亲还有家庭系统的想法与情绪反应非常灵敏，它会给你的身体一个标签。如果灵魂意识愿意觉醒，它是有能力来参与的。我执意识与灵魂意识是对立的关系。如果我们理解这个部分，能帮助灵魂化解我执，放下那些错误的标签，才能进入更高的意识。灵性觉醒也可以称之为灵魂的觉醒。每个人在经历灵性觉醒前，都只能看到现实世界这一个维度，觉得人只有一辈子。很多人不相信轮回，只相信自己眼前看到的东西。灵魂寄居于人的身体，在未觉醒的身体中时，灵魂并没有多少自由，因为他的所有想法都被现实世界所束缚。人们会因为现实世界的规则而选择压抑自己的心。心是灵魂的居所，大脑才是身体的主管。人们常相信大脑分析判断后的结果，却不愿意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在这个灵性觉醒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接触着各种灵性知识，或处在即将灵性觉醒的边缘，或已经走在灵性道路中。一个人灵性觉醒的时候，会有这7个阶段。你看看你到了哪个阶段？大部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精神状态是第1阶段 Lazy Soul， 懒惰灵魂，接近觉醒，抗拒小我向高我的转变。我们的灵魂从宇宙本源分离出来，进入无限体验。当然现在我们聊的角度是3维度人的角度，从宇宙本源的角度，一切同时发生，每一世也不过是意识流过的同时存在的诸多真画面的集合。每一次当你开始一世的旅程时，从你离开母体时，你就寻找着你成为个体的自我意识。你在物质世界的一切经历都成为了你定义自己的标签，而这些标签也是你小我意识的展现。当你灵性觉醒，就是需要小我意识放手，高我意识来掌控你人生的过程。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也认同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各种模式，也习惯了努力通过得到标签来证明自己的思维逻辑。想要放下这些真的太难了。就比如让你不在乎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不在乎什么样的工作，不在乎什么样的学校，不在乎过什么样的生活，甚至不在乎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全部的放下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你会拒绝的。这个时候你的高我或者说宇宙，他们会让你在现实层面经历非常痛苦的过程。你人生的追求的确很美好，但美好不是这些追求的全部。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是时候让你看看它另外一面会带给你什么体验了。这其中你可能会进入痛苦的经历中，
并经历人生的某一个方面的重大失去，钱、家人、健康、爱情等等，一定是可以刺痛你的体验。但宇宙的设定很微妙，它不会丢你在这个阶段让你彻底崩溃绝望，还是会给你一些机会。毕竟人产生太多的内心痛苦时，一定会开始寻找出路，寻找方法。开始只是这个物质世界角度的解决方法，但慢慢会让你感觉都没用。因为宇宙需要的是小我放手，放下你对于这个物质世界的追求和执着，才能让高我的意识影响你。只有在你的尽头时，宇宙的力量才可能带领你进入新的开始。第二阶段 Guilty Soul 愧疚灵魂，开始思考内疚后的反思。经过上一阶段的绝望痛苦经历，人开始反思自己，当然也是一种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但不是向外寻求机会和帮助了，此时开始向内求了。而开始反思的初期都是会伴随着愧疚感的，当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类型的愧疚感，所以这也是人与人之间很难沟通的原因之一。我们对于愧疚的点不一样，进而演进成罪恶感。具体所表现出的一些状态是，大部分人是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觉得世界是非黑即白的，一切都是以对错、好坏、善恶、美丑等等来判断的，没有达到心中的白、对、好、善，就会充满愧疚，在内心创造出正面客体与负面客体。另外有很强的我执，会觉得自己完全是独自存在于世界甚至宇宙之外的个体，是非常优秀和完美的存在，并努力地去证明这种状态。当自己不能达到这种状态时，就会否定自己，失去价值感，甚至抑郁。有些人喜欢去攻击别人，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内在其实会对当下的这个不完美的自己有仇恨和厌恶以及否定的成分，同时扩展到对世界。简单的说，就是执着想去达成一个想要的自己，而这样的执着会把你拉入黑暗的深渊。第三阶段 Processing Soul 进程中灵魂，这个阶段你会寻求自我救赎，去看心理医生，去参加各类疗愈项目。你太渴望能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了。的确，这些方法可能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慰，但在帮助你面对黑暗，不是那么有效。你开始探寻失去的意识结构，会尝试去拥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而不是基于欲望的人生追求。慢慢的会更有动力向前走，开始反思自己的各种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感受。你开始去观察这个小我的习性，并试着去理解它，而不是否定和排斥它。而后你会发现，这种对当下自己的接纳和理解，让心灵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舒服和自在，因为你自己不再欺骗自己，真正的去面对了自己，回到滋养自我的舒适圈。但对于愧疚的果，
你还是要去经历的。同时你也明白，去经历这一切不是惩罚，而只是一种体验。你能够坦然地面对业力关系，承担责任，并且你也知道如何选择因。有了敬畏心，第4阶段 Burning Soul 燃烧中灵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很多宗教都有用火来象征灵性跃进的历程。这个阶段里，你的内在真正的渴望和感受被完全的解锁，你充满热诚地去生活。这时候你会渴望知道你的灵魂使命，想要去实现自己真正的梦想，同时也渴望为世界和他人奉献自我。你生活中一切的事都变成了你有热忱去做的事。在这样的过程中，你的我执在燃烧，小我在燃烧。当然，这是一个转化的阶段，它们会转化成一种爱的力量，再次回到你的生命中。第5阶段 Soulless 后无灵魂整体，在经过上一阶段的燃烧后，你正式进入一个无我的境界。无我不是我，不存在了，不是消极摆烂无追求，而是消除了幻觉的障碍，达到一个内心沉静的如如不动境界。心中没有颜色，才容得下所有颜色。这也是冥想所帮助我们达到的效果，一切相的消融。而此刻我是无限的存在，回到本源，安静的、觉知的、临在的。有些人起初对这阶段会害怕，因为这个阶段不断去个人化，无法去接纳那个无意义、无价值的，甚至不存在自己。但如果你能真正意义地触碰到这个阶段，你就发现这是个良性的提升过程。你弱化了当下的这个地球上某个身份、某个关系中的你之后，你变成了更加庞大的存在，以致变成无限的存在。我的意识不断稀薄的过程中，取而代之的是神性。第6阶段 Infinite Unsouled 无限赋予灵魂。这个阶段你可以将无边的意识带回来这个身体，重新认识身体、灵魂与世界的、与宇宙的关系。灵魂净化了所有的标签，所有的定义，现在只是一段没有定义、没有标签的意识，在经历人类某个个体当下的体验。而这个当下的我和当下可以触碰、可以体验、可以感知的一切，不过是一段意识流过的痕迹。这段意识也是虚无和无限的合一存在。具体来说，你可能有发现一切你都能接受，你是完全敞开的，尤其特别能接受新事物，没有判断，只有纯粹的感知和体验。你会在这阶段不断感受到解脱的频率震动，会处在观察者的角度体验一切，一直感受无限平静、自在、爱和喜悦。人格在这时候也变得很有感染力。第7阶段 Absolute 全然者。这个阶段的意识已经达到语言无法描述的境界了，像耶稣、佛陀等等，他们是完全的开悟者，在这个维度中真切地体验到了虚空与无限。
超越了一切的相，达到了涅槃的境界，超越生死，超越了一切的存在，与宇宙万物合一，与本源合一，与虚空合一，真切体悟了任何个体无限的可能性，生命变成最美的、最奇迹的，拥有神性意识的表现，并且拥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当然，这种状态其实是每个当下的你我的来处以及归宿，是必经也是早已存在的状态。以上简单粗浅地聊聊灵性觉醒的大致阶段，当然这些阶段不是绝对的线性进程，也会出现相邻几个阶段来回波动，但总体上说，灵性的提升会是在这样的波动中不断走向本源并与之合一的。另外，大家在任何阶段中也不必执着去追求更高的阶段，因为当我们超越三维度时，超越时间时，会发现各个阶段的你，各个版本的你，无限可能的你，以及虚无的状态都是同时且一体的存在着，一切都是你的一部分，你也不存在。有缘人，当觉醒后的身体的能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各种敏感度也会提升，此时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检测器。普通人的身体不能检测能量，是因为能量频率低。随着灵性的觉醒，你的身体各个部位也会不断觉醒。那么不同身体器官或部位觉醒会有哪些特征呢？一、胃部能量提升后，胃对食物能量的要求提高，不想吃肉类或添加剂很多的食品，有时会有想吐感觉恶心，这时的胃就像一个能量检测器，胃检测到某种食品的能量太低了，于是马上升起恶心想吐的感觉，因为此时的胃是排斥低能量低频率的食品，比如吃了带着恐惧感能量的肉一般动物，在被宰杀时会有恐惧意识能量残留在肉里，胃发出信号，恶心想吐。如果这个人没有觉醒，那他本身就有很多恐惧感，肉里的恐惧能量与身体里的恐惧能量产生共振，所以这样的这个人就会一直想吃肉食，完全离不开肉类。如果胃部能量提升到某程度时，整个胃的能量类型已经变了，在高频的状态下是不允许这样低频能量的食品，不论是有恐惧能量的肉类，还是有人工各类添加剂的食物，都是低频能量的食物，那都会本能的不想吃。但要画个重点是，这种不想吃都是本能的，没有兴趣，不是刻意的要求自己，也不是加入各种感情因素，本身素食、肉食都是很好的，没有哪种对人绝对的更有益，顺应身体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二、身体排毒系统能量提升后，肝脏排毒加速特别快。秋冬春季节，夜里睡觉总出汗，去厕所次数很多，不喝水也依旧是去厕所的次数增多，这是肝脏能量提升后排解能力上升。没喝水是排解身体多余堆积的脂肪。另外，肾能量提升后，血液毒素
通过肾排出尿变得非常多，这是肾的排解能力上升，能量提升后会排血液里毒素，特别是有些人总是喝高频率的水，肾脏能量上升就特别快。高频的水连带把口腔的能量也提升了，所以口味也变清淡的，特别受不了所有重口味的东西。平常有时间可以自制高频率的水，买天然水晶，把水晶净化后封闭式泡水，3天晒太阳和月亮，自己可以引导能量给水晶，以提升水晶本身的能量，也可以按照你脉轮的状况配水晶。这个是让饮用水的能量向高频率看齐，并带动身体能量向高能量靠近。因为每个水晶都是一个天然的能量放大器，你对水晶发出爱，水晶就储存爱的能量；你对水晶发出恨，水晶就储存恨的能量，并会把储存的问题放大家庭能量场域。高频率的水对体质敏感、灵性高的人会很有帮助，但如果你自己和家人对能量没有感觉，最好不要喝太高能量的水，因为能量高的水进入身体清理非常快，身体各处疼痛会非常多。身体上的疼痛要有心理准备。3、耳朵的能量提升后，就会对听到的声音有要求，受不了那些低能量的声音频率。没觉醒的耳朵可能沉迷一些负面内容的躁动的音乐中。觉醒能量提升后，本能的会要听能量高的声音，如大自然的流水声、鸟叫声、古典音乐、舒缓的治愈的音乐，以及比自己频率高的人发出的声音等等。4、眼睛能量提升后，对看到的人事物或东西会有要求，比如受不了一些血腥、暴力等负面内容电视剧或电影、视频、书籍等等，因为低频能量会让眼部不舒服，而且因为能感应到这些低频能量，所以很多时候只是一看到封面，内心都会很拒绝去看下去。如果继续看低能量的东西，就会继续头疼或心情烦躁、难受等等。眼睛能量提升后，喜欢看高能量的事物，比如自然景物、山川大海、太阳、月亮、云朵、星空等等美好的景物。再比如一些充满爱的治愈人心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哲学的、宗教的、灵性的等等书籍。因为眼睛对周围能量敏感后，要找到能量类型高的事物与之共振，本能地排斥低频能量的一切事物，会想融入高能量的事物中。5、鼻子嗅觉的能量提升，对环境能量的要求相应提高，比如喜欢干净清洁的环境，甚至有点洁癖了，总感觉要不停地清洁自己和房间。因为彼此觉醒后对环境能量变得敏感，会很在意各种气味。虽然每个人可能对气味的偏好不同，但那种高频的气味一定是基于洁净的，同时对于低频能量产生的味道也本能无法忍耐，比如隔几米远就受不了低能量屠宰的血腥味的频率。6、如果自己身体各部位都觉醒到某种程度时，本身能量就越来越高，
对外界能量的标准也就自然升高，会自然地减少了自己无意义的社交活动，也没兴趣参与任何竞争或攀比，会本能地更在意着如何提升自身能量以及提升周围环境能量有关的各种事物。日常大部分做的事也都是能量偏高的，比如深度冥想、读书等等，也会做些清醒梦，在梦里进行能量交流，去往高级星光层吸收能量。7. 皮肤能量提升后，对周围的温度和能量变化都很敏感，也可以理解为自身的触觉发生改变，既怕冷又怕热，对季节变化的反应太大，有时无故也感觉很冷，因为我们是靠皮肤去接触一些人事物，会使皮肤感应到寒冷的能量场或寒湿重的人的能量，突然自己就感觉好冷，全身上下就像一个能量检测器，随时可检测周围情况。8. 心脏能量提升后，会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比较包容和友爱，会无条件的去爱，但这并不等于烂好人，同情心泛滥，而是比较单纯的以最美好的状态面对一切，内心比较容易喜悦和满足，但不会狂喜。最主要的是会爱自己，体贴自己的感受，能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声音，不再会有缺爱。期待被爱的感觉，就会那种内心充满爱的踏实感。觉醒后，身体的各个器官和感知都会变得极其敏感，对频率和能量的状态都很敏感。当然，如果有上述的一些状况或不舒服，首先要去看医生，并遵医嘱。在医生确认健康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为灵性觉醒的诱因。另外，如果你还没有某些状况，也不要强迫自己去做出某些状态或行为，更不可以用某种状态来定义自己和他人。比如强迫自己吃素，认为吃素是好的，一定要爱他人，包容他人，非要让自己听某类音乐或影片等等。大家需要明白的是，这所有的特征只是你灵修过程中的路标，不要用这些来定义自己，而且一切需要自然地流露出来，才不会对你的内在造成创伤。我们需要去顺应内心的感受来做选择，哪怕你的理智里觉得那样与灵修的状态有悖，也是需要去做的。因为即使是小我的选择里，它也蕴含了帮助你成长的课程。你只有在经历这一切的过程中，才能去发现你自己，疗愈自己，并激发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且只要坚持各种灵修的学习、冥想的练习，达成灵性的觉醒，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阶段。有缘人，在灵性道路中，我们的意识一直在不断的扩展进化，所以我们内在的能量也一直在不断的改变。而扬升症状是身体对内在能量改变的反应，内在的转化和大环境都会影响到物质身体。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清理着比较沉重的能量，因此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症状反应。如果身体出现一些症状，而检查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它们有可能是扬升症状。扬升症状
通常是因为身体在清理，或是为了适应更高维度升级。当你感受到这些症状时，表示不仅你的意识在快速的进化，身体也伴随着转变。莫名的疲倦，虽然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事，但经常感觉很累，觉得没有体力，脑海中有很多想完成的事情，但感觉自己没有精力去做。其实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能量来让自己彻底的转变。我们不管在能量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在和过去的自己彻底的告别，转型成为全新的自己，而这需要耗费很多的能量去完成。另外，有些人在潜意识里会抗拒这些改变，而用外在事物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对这些人来说，很多内在的改变会在睡眠时间完成，所以他们睡眠的时间可能会比平常要多很多。而头晕是很常见的阳生症状，每当有强烈的能量来到地球上，像日食、月食或是一些新的合相，这些强烈的宇宙能量会让我们在不同的维度之间转换跳跃，所以很容易产生晕眩的感觉。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完全在自己的身体里。出现一些发炎症状，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一些红刺痛、瘙痒的症状，因为你的频率正在快速的提高，你的内在已经转换成为新的频率，体内的很多毒素会从皮肤排出来。请让自己保持放松的心情，多喝水和摄取维他命 C。过敏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过敏变严重了，或是以前不会过敏的东西，现在忽然会过敏。随着人类的频率逐渐提高，这些症状会慢慢好转。睡眠改变，每天时间的长短都不太一样了，因此我们的生理时钟也会改变。也许你的身体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睡眠，你的睡眠时间开始变得不固定。身体发热，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变得很烫，有些类似感冒的症状，但并不是真的生病，这代表身体正在释放体内的毒素，细胞正在转化成为更高的频率。手脚不太协调，你可能发现经常撞到东西，不小心绊倒，或是拿在手上的东西不小心掉了。这时候可以试着让自己能够更专注于当下的每一刻，让所有的能量回到身体里来。就有事物和观念的改变。在扬升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许多旧事物的瓦解，以前行得通的方法现在似乎不适合了，尽量让自己活在当下，一切的转变会更顺利。头部的不适，当有很多能量会从顶轮进来，当顶轮开启的时候，会感觉头顶有压力，也可能头盖骨四周突然一阵疼痛，但很快又走了，或是头部的后方，头的两侧有压力和疼痛的感觉。打喷嚏，当第三眼和心轮的能量开始连接，我们对其他维度的感知能力会迅速打开，而打喷嚏会帮助清理眉心轮的能量，因为我们的眼耳鼻都是相通的。
当你发现自己无缘无故经常打喷嚏，它很有可能是第三眼开启的征兆之一。11. 眼部耳部不适，经常觉得眼睛痒，觉得自己看东西变得模糊了，也和第三眼、直觉跟心灵感应有关，因为你不再只靠双眼来看世界，而是加上自己第三眼的内在视力来感知这个世界。有许多来自高维度的信息是透过耳朵的脉轮进来。当你经常听到细微的高频率的声音，有许多信息正在透过这些高频率的能量传递给你，不需要马上能够了解，但只要让自己处在一种接收的状态，这些讯息会转化成为内在的领悟和觉知，在你需要的时候就能够在内心找到答案。12. 喉部不适，当喉轮刚开始打开，你可能会觉得喉咙有很多不舒服的症状，是为了清除掉过去在喉咙里停滞的能量。13. 心轮开启症状，如果你经常感觉胸口紧绷，感觉呼吸有点困难，或是呼吸变得短促，都是心轮在扩张的迹象。同时肺也会扩张，因为呼吸是生命的泉源，透过呼吸我们能够接收来自宇宙的光。心轮的扩张经常会发生在灵性觉醒的初期，因为它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爱，而爱是开启高维度感知能力的钥匙。心轮开启之后，会连带着上心轮跟着开启，而心轮的后方，也就是肩胛骨中间，是身体一个很重要的能量中心。当我们的能量场开始扩大，能量身体开始包含越来越多的光，在肩胛骨的中间会感到压力紧绷或是疼痛，但它通常是很短暂的。而背部下方接近脊椎的地方，如果感觉酸痛，有可能是因为你感觉生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或是你总是在支持别人而没有得到相同的能量回馈。这时候可以发出意念告诉你的需求，你所需要的帮助和支持其实一直在你身边，只是它会以不同的方式显化出来。14. 腹泻，我们的情绪如果没有释放出去，会停留在身体里，而拉肚子是清理情绪的一种方式，许多内在的负面能量也会随着身体的排泄物一起排出去。这时候只要顺其自然，如果内心仍然抗拒放下某些事物，可能会产生便秘的情况。对于清理的扬升症状，只要不去抗拒，症状过后会感觉身心灵都轻松许多。如果我们对扬升过程中一切全新的转变感到抗拒，不管是内在和外在的，都可能会造成肩膀和颈部的酸痛。这时候可以试着保持开放的心态，不去预设任何立场，臣服于生命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头脑会说服我们去走一条最安全的路，当宇宙的巧妙安排永远超过头脑所能够想象。主要解决方法，可以舒缓这些扬升症状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在平常就增加自己对生活的觉知，不论有任何情绪，在那个当下客观地去观察自己的情绪，试着去看到
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让情绪自然地流过，而不停滞在身体里面。累积在身体里的负面情绪越少，身体所需要清理的也就越少。其次是随时保持自己与大地之间的连结，最好每天都可以花一些时间让地球母亲带走身体里的多余能量，帮助身体平衡。除了赤脚在土地上走路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连接大地的能量。大自然中所有的动植物都与地球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多到自然环境中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疗愈。如果你家里有宠物，和它们互动也会帮助。第三是用心去生活，让感受带领你说出自己的真相，相信自己有共鸣的事物。接下来有许多转变会发生。如果依赖自己的头脑，会很容易感觉困惑不安，但心是灵魂的指南针，用心去感受周遭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会帮助我们在混乱中找到方向。最后，一切问题的化解核心是对宇宙本质的领悟，是对道的领悟。持续做冥想，读书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边界，不断提升自己的意识维度，才能理解一切当下状况也不过是你的无限剧本中的一段剧情。当转换为观察者的角度，才可能不被当下的感受辖制。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醒来2个字，愿你早日觉醒，去享受世间如此激昂澎湃的灵魂盛宴。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